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的世界从哪里来？不管世界上哪一种文明，历史的开端大都是神话，是人类为自己书写的生命前传。但在神话中，神作为主角，又是从哪里来？我们似乎对此并不关心，好像神天然就在，但神话的创造者关心的是人从哪里来。中国神话中最熟悉的一句是自盘古开天辟地以来，西方神话则是上帝创世的故事。无论是东方巨斧劈开混沌，还是西方七日造物，都执着于勾勒人类诞生的轨迹。然而现代科学给出了更为震撼的答案，生命起源于闪电、海底烟囱，甚至是太空坠落的陨石。1924年，苏联生物化学家奥巴林和英国进化生物学家霍尔丹不约而同地描绘出一幅震撼的画面。他们认为，早期的地球海洋是一锅沸腾的浓汤，闪电劈开了混沌，紫外线穿透云层，火山喷发裹挟着硫磺的气息。这些狂暴的能量将甲烷、氨气和水蒸气反复蒸煮，最终熬制出了氨基酸、糖类等生命原料。这就是著名的原始汤理论，它让人类第一次用科学配方替代了神创论。28年后，芝加哥实验室里的一道电弧照亮了科学界。斯坦利·米勒和哈罗德·尤里把甲烷、氨气、氢气灌进玻璃仪器，通上高压电模拟闪电。仅仅1周后，显微镜下赫然出现了多种氨基酸。这场人造的创世实验登上了全球头条，宣称人类在实验室里扮演了上帝。但狂欢之后，科学家们发现了实验的漏洞，原始大气中可能根本没有那么多甲烷和氨气。更致命的是，原始地球没有臭氧层的保护，海浪会把幸存的氨基酸冲得七零八落，根本就达不到形成生命的浓度。1986年，美国分子生物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沃特·吉尔伯特提出 RNA 世界学说，理论认为地球上早期的生命分子以 RNA 形式出现，之后才有了蛋白质和 DNA。这些早期的 RNA 分子是能储存遗传信息和催化反应的万能分子，或许才是生命的第一块拼图。但问题依然无解，这些娇弱的有机物到底要在哪里才能躲过紫外线的屠杀？答案或许藏在连阳光都照不进的深海地狱。1977年，阿尔文号在东太平洋加拉帕戈斯群岛附近下潜时，发现了低温热液，并在热液区发现了大量高等海洋生物，包括管状蠕虫、双鞘类生物、螃蟹等。这些生物形成了极为特殊的深海生态系统。1979年，阿尔文号再次下潜到东太平洋2500多米深时，发现了一些冒黑烟的特殊地质结构，喷出物的热液温度达到了350摄氏度。研究人员将这种地质结构命名为热液喷口，黑色的被称作黑烟囱，白色的被称为白烟囱。之所以呈现不同的颜色，是因为喷出物富含元素不同，黑烟囱富含金属硫化物，白烟囱则是方解石构成的碳酸盐盐。与黑烟囱相比，由碳酸盐矿物构成的白烟囱结构更为稳定，不易倒塌，甚至可以达到60米。在白烟囱周边，海水和岩浆并不会直接接触，它们之间隔了层保护膜，被称作围岩。这些围岩一旦碰上海水，就像施了魔法，能把海水转化为温度在100摄氏度左右的碱性液体。碱性液体随后钻入地下，与阳壳发生奇妙的化学反应，氢气、甲烷、氨、硫化氢等物质随之诞生，它们都是构成生命体的重要零件。白烟囱表面布满了密密麻麻的微孔结构，沉淀着大量粘土矿物。这些粘土矿物能把小分子吸附聚集起来，为化学反应提供了充足空间。自深海热泉被发现后的漫长岁月里，科学家们一直就将这里视为生命起源最有希望的潜力区。但另外一个脑洞会惊掉你的下巴，因为我们就是外星人。1969年，一颗名为莫奇森的陨石划过澳大利亚的上空，科学家撬开了这颗几十亿年的陨石，
竟发现了5种与地球生命一致的氨基酸。随后，人们陆陆续续从各种陨石中找到了更多的有机物。更惊人的是，2019年，日本科学家在一颗陨石中检测到了核糖，这正是 RNA 骨架的关键成分。2020年，科学家首次在陨石中发现了一种完整的未知的蛋白质。这些发现让人类就是外星人的胚种论焕发了新生。或许38亿年前，无数陨石像星际快递员，将生命原料撒遍地球，但质疑声接踵而至。陨石中发现的大部分氨基酸是地球生命从未使用过的同分异构体，虽然分子式相同，但分子结构并不同，就像左手戴不进右手手套一样。即便每年有几万吨地外有机物抵达地球，其在海洋中的浓度仍不足10亿分之一，就像是在一座游泳池里找一粒沙子。不过，新线索仍在涌现。2024年，韦伯望远镜在1300光年外的猎户座星云中探测到了乙醇，并推测可能存在乙酸。宇宙或许早在大爆炸后数十亿年间就开始在星际分子云中预制生命零件。正当星际起源说与地球起源说僵持不下时，一项突破性成果将目光重新拉回到了这颗蓝色星球。2025年，科学期刊发表文章，水微滴喷雾产生发光现象，并引发周围气体的化学反应。研究发现，当液滴在高速运动的时候，会破碎成更小的液滴，而原本呈现出电中性的液滴破碎后，小的液滴碎片会带负电，大的液滴碎片会带正电。在它们分离的瞬间，由于电性不同，会击穿空气，形成微闪电。虽然液滴非常微小，微闪电的能量却足以电离许多还原性气体。研究人员在设备中喷射混合氮气、甲烷以及二氧化碳混合物，经过检测后，在微闪电的作用下，这些气体通过化学反应形成了氰化氢、氰基乙炔以及尿素、尿嘧啶、甘氨酸等产物。这些产物则是合成 RNA 和 DNA 的组成部分。这一理论把生命起源的地点从深海热泉、闪电这些宏大的场景拉近到每一滴飞溅的水珠中。或许生命本无起点，宇宙不过是在碳原子的琴键上反复弹奏着自我觉醒的乐章。我们拆解神话，却在氨基酸链螺旋攀升的微光里窥见了真正的奇迹。那穿越38亿年而不曾暗淡的好奇之火，正以碳基生命的形态，替沉默的星河发出低声追问：生命到底是宇宙的必然，还是地球的奇迹？